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Chery Omoda 5奇瑞欧盟达5。在马来西亚的直接对手是 Proton X50 和 Honda HR-V， 这3款车都是属于 B segment SUV。那 Chery Omoda 5的起步价从108,800起，高配版118,800，那 X50 是86300到113,300。HR-V 1.5 Turbo 就是从13900到135,900。Omoda 5的价格就是介于 X50 跟 HR-V 之间，然后这3款 B segment SUV 都是采用 1.5L 4气缸 Turbo 引擎，不是 X50 是3气缸。OK，so 这个车子呢，它在吉打州 CKD 本地组装，那 X50 在霹雳州组装，Honda 在马六甲组装，所以他们都是在马来西亚组装才能够去 fight 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hery Omoda 5的车头。那影片开始之前，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在我身旁的 Omoda 5采用的是 Phantom Grey 的配色，搭配 Red Stripes， 就是红色的边，从它的 Front Bumper 下面到车子的 Side Skirt、Sport Rim， 还有它的 Side Mirror 都有红色的边来点缀它，所以可以算是一个双色调的搭配，就提升了它的运动感。那么讲到车头设计的话 ，Omoda 5这个用的这个叫无边际式的车头设计，然后这边好像 Mercedes-Benz 的繁星点点、钻石型水箱护罩这样子，里面有大大小小数不尽的这种 Chrome 的边，然后在2个 LED 日间行车灯中间有一条这个 Chrome， 就会让你有贯穿式车头灯的这种感觉。然后大灯系统还有一些小灯都是放在下面这边，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 BMW 7 Series， 还有很多的车型也是用这样子的分离式车灯设计。至于美不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主观，它也可以很客观啊。我觉得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年轻的族群，就像我上网去找长安 Unity 这样子，都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用一个外形去让人家重新认识奇瑞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用的是奇瑞的 logo， 而不是在欧洲一些市场 Omoda 本身就是一个子品牌，所以这个车子叫 Omoda C5。打开一体式引擎盖。看到吗？2支油压杆，2支 gas lift， 所以这个 1.5L 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 CVT 无段式变速箱，可以模拟9速，它有156 PS 跟230 Nm， 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前轮驱动的 SUV。我觉得这个动力对于这台车子这个价钱没有得再要求更多啦。当然你问我的话，当然是 1.6 turbo DCT 会比较好，但那个可能会慢一点先啊。光是看这个车侧造型，你应该猜不出它是什么品牌的车子。我告诉你，这个是 Lexus 的一个小型 SUV， 可能你也会相信。So Omoda 5的车身长度是4400mm， 比 X50 和 HR-V 长，车身宽度也比 HR-V 和 X50 宽。轴距2630mm， X50 是2600mm， HR-V 2610mm， 所以无论在车身长度、宽度跟轴距的长度，它都比那2个对手还要来得长，还要来得宽。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 Chery Omoda 5呢 1.5 Turbo CVT 的版本，它在后面是用了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就是非独立悬挂。那在中国的 1.6 Turbo DCT 后面用的就是 Multi-Link 多连杆悬挂。那这个就有点像 Mercedes 因为我记得 A200 Torsion Beam A250 Multi-Link， 所以它这个地方也参考了 Mercedes-Benz 的这个车型选配方式。没有人知道悬挂的啦，坦白讲，买这个价位的车有多少个人会在意它是 Torsion Beam 还是 Multi-Link right？ 所以我们讲外貌协会车头车尾真的是 win 了咯。Omoda 5的车身离地间隙是145个 mm， 中规中矩，不是说太过能够越野的一个离地间隙。那轮胎尺寸是215/55R18， 采用一个双色调的轮圈，同样有红色的元素。那它的刹车卡钳也碰上了红色的漆。我觉得 Chery Omoda 5的车尾造型真的是一绝，光是这个销魂的造型设计就值回118,800块的价格。然后下面这边就有仿4出排气管，所以整个车子的后面呢，像我刚才讲呢，它根本就不像是一个100出钱的车子。然后有趣的是，这边放的是 230T 的名牌，那 230T 不是230匹，是230个 Nm。我印象中 Volkswagen 好像也有干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用扭力数字作为一个 badge，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badge 啦，放在这边这样子。然后这个高配版的 Omoda 5它是有 Power Tailgate 电动尾门的。OK， 行李箱空间的大小也是比同级对手稍微大一点。Omoda 5的行李箱空间有378公升 ，XCD 是330，所以它比 XCD 大，但是大不是很多啦。我讲大是相对来的大，不是说它真的很大，因为 B segment SUV 很难大到哪里去的啦，除了 HRV 啦，因为它有 Ultra Seat。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呢，你注意看这边有3个 Top Tether， 虽然是2个 ISOFIX， 可是很少看到中间也会给你 Top Tether 的。你有孩子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来的啦。然后打开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看它有没有备胎。有，它有一个 temporary use 的备胎是 T12580D17，只可以走到80 km/h 啦，但至少它有给你备胎，有躺枪。OK， 然后它们有2个 stage， 椅子一样是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可以把这个椅背推去前面，去进一步的提升你的这个行李箱空间。俗话说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赚到了这么流线型的车顶造型，你牺牲掉的就是头部空间。Omoda 5也不例外。那我的身高是178cm，如果我正常的坐姿的话，我的这边是刚好有一个拳头，但是有一点压迫感这样子啦。要美要享受就要牺牲一点头部空间，很正常的东西。然后在大腿的部分呢，这个地方的同样它还可以再加长一点点啦，这是所有 B segment SUV 的局限。我目前没有试到一个 B segment SUV 的空间是令我满意的啦，所以可能你不要这样高，或者在小孩子就还好。但整台车子虽然空间整个比较压迫一点，但好在质感还不错，因为这个高配版的是没有 Fabric， 它全部是复合式的皮革，而且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这个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 Type A 的接口，打开这边有2个杯架这样子。那你坐上去的话，它会有一点以假乱真，让你有一种置身在 Premium Car 的感觉。特别是这边有一块 Power Sunroof， 这个也是高配才有的东西。然后门Door Handle 这边有一个 Speaker 还是推的，它是 Sony 的 Audio System。然后这个按钮整个有缝线这些东西，所以 Hard Plastic 的感觉不明显，因为我们很怕就是100多千买到 Hard Plastic， 它是 Hard Plastic， 不过它不是那种很难看的 Hard Plastic， 所以质感我可以给它一个赞。再来它的地板底部几乎是 flat 的啦，只是这边有一点点凸上来这样子，不过还好，中间要做人是 OK 的，但是也是可以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就像我讲的 B segment SUV， 你不会买 B segment SUV 来要求后排空间的，真的。但是我那天在印尼看到的那个 Mitsubishi X-Force 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大的 B segment SUV， 但是那个没有 Turbo， 这个有 Turbo， 马力扭力都很大这样子啦，所以我们就看消费者要怎样的东西去做选择。Omoda 5的中控台设计充满了浓浓的 Mercedes-Benz 味儿。10.25 寸中控台萤幕，10.25 寸的 Driver Display 形成一个超大的宽屏，就好像 A Class， 就好像 GLE 这样子。不管你买到低配高配，都是2个10.25寸的萤幕，只是低配用的是6个 speakers， 高配的就是用8个 speakers 的 Sony Premium Audio。你可以从 A 柱这边的推特看到 Sony 的 logo， 知道它不是一般的音响系统。但有趣的是呢，它的驾驶模式只有 Eco 跟 Sport， 没有中间的，它没有 Normal Mode。没有 personal mode，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整个设计就是非常的欧洲车啦，整个感觉。然后整个方向盘上面有很多的按钮，实体按钮来的，我觉得实用性会比我之前试过的其他中国品牌的车还要来的简单，还要来的直接啦。OK， 好不好用这个要点时间来适应它，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很复杂的东西。然后这整个娱乐作业系统的话，它是支援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Proton、XCD 我这些物件没有这个东西Honda 有，Honda 很早就有 Apple CarPlay 了，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拿它的跟 XCD 比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Proton。
Proton 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可是我觉得给这个就好了啦，不需要这样麻烦。我要用 Apple CarPlay， 我用 Google Map， 我用 Waze， 我用 Spotify 都可以透过这边去看。然后这边有2个东西，有点像 Tesla 这样子，可以给你 charge 2个电话，但是它只有左边这个是有手机无线充电器，右边这个是给你放车钥匙的。然后这边是没有 handbrake、电子手刹车、auto parking brake， 还有调整驾驶模式等等。然后因为这是一个高配的，所以同样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但是不管高配低配，它们都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的功能。所以中国品牌的车要进来马来西亚，就是要给你很多的 spec， 用相对亲民的价格，有什么给什么，不要吝啬，敢给，慷慨一点给到完。这个就是 Omoda 5的一个很有诚意的地方了啦。然后在这个高配的椅子是有6项调节的电动座椅，但是没有 lumbar support 啦。然后它有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所以你很难去找到它没有少掉什么东西啦。Right， 然后讲到旁边这边，其实也很像 Open Port Oakwood， 好像 GLE 上面的这个开孔式木纹，它的这个 Door Power Window 的 Panel 整个都好像直接从 Mercedes 拔出来放进去这样子啦，我不知道是同一个 supplier 啦。这边有 Touchscreen 调整风扇大小，冷气还是需要透过这边去调整的啦，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需要去挑剔它，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到你这个价位应该给到你的东西再多一点点，因为它还有玻璃天窗可以开吗？可以，它是可以开，不是做美做好看的，所以如果你有抽烟的人，它可以直接通去上面这样子啦。这个 Omoda 5的 1.5T 有156 PS 230 Nm， 那我们算它的对手的话，低配的 XCD 是150 PS， XCD 1.5T GDI 是177 PS， HRV 1.5 Turbo 是181个 PS， 所以156 PS 并不是说同级最强劲的，但是考量到它有230个 Nm 的扭力，因为是涡轮增压，所以低转就有扭力。那我们现在去到 Sport 模式的时候，你重踩油门，再踩 ，OK， 无可避免的就是 CVT 嗡嗡作响的 CVT， 然后 CVT 也会放大 Turbo Lag 涡轮迟滞的这个状况。所有 Turbo 都会有，只是如果你用 DCT 双离合器，它会缩小，它会降低这种迟滞感。但是大声又 lag，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Turbo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但好就好在，我觉得这个动力传输算是，我不可以讲及时，就是它会够用了，你不会说觉得车子 under power 不够力还是怎样子。只是关键是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去等待它，你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它才会来。所以你没有驾过 Turbo 车的，你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Turbo 的个性，这对你来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那驾驶模式的话，这个 Omoda 5提供 Eco 或者 Sport， 没有了，它没有 Normal Mode 这样子，所以它非常的极端啊！你要嘛你就 Eco 省油，你要嘛你就 Sport 运动化。那这个很难取舍啦，因为我们习惯在 Normal 的嘛，你真的要力你才来踩。然后你可以在系统里面去调整你的转向力度，你要比较 Comfort 还是比较 Sport， 你也可以选择绑定你的驾驶模式。你在 Sport 就是 Sport 的 Steering， 你在 Comfort 就是 Comfort 的 Steering 这样子。那像我现在在 Sport Mode 来讲，它的路感相当的清晰啊，所以当你的路面状况比较烂的时候，它会比较不能够去吸震啊，就像我讲的，我没有试过Multilink多连杆的 Omoda 5，所以我不能够做一个比较，但我觉得它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个必须要换一个悬挂系统。可是当然我们对驾驶有要求，我们要像 Tiguan 这样子烧 corner， 我们要像 Golf 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要求要有更好的悬挂系统。但就像我讲的，如果你只是一般的驾驶者，我觉得这个车子的表现，它的转向在 Sport Mode 我觉得是 OK 的，它还是会有虚位，但是
通常日系车就是 steering 会比较飘、比较浮，德系车会比较 stiff、比较刚强、刚硬这样子。它介于两者之间。你讲它 soft， 它又没有很 soft； 你讲它很 stiff， 它又 stiff 到不是这么精确，不是这么准确。Eco Mode 猜。我感觉不到有很明显的分别啦，因为虽然这个 CVT 是可以模拟9速，但它是虚拟的变速来的，Min CVT 就是2个 pulley 1个 belt 这样子，所以它只是用这个拉扯之间的比例去让你感觉到车子有在升档，有在降档。118千或者108千的这个价位来讲，这个操控表现不能够讲是哇很厉害很了不起，真的是天下无敌那一种，但是已经在日本车之上了。我讲的在日本车之上指的是它的整个车子的刚性啊，因为毕竟它还是用了74% 的这个高强度的钢板，然后它也达到了 Euro NCAP 的5星碰撞测试，那这个就让很多人放下了对中国车的疑虑。就像这具引擎，可能大家没有听过。Right， 它不是 VTEC， 它不是 Toyota 的引擎，但是 Chery 你加多2000块，你就可以提升到10年100万公里的 Engine Warranty。我没有记错，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马来西亚的汽车史上，应该没有人给过10年100万公里，几百萬100万的这个 Engine Warranty。猜。你来到高速公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整台车子好像才真的是适合它，它就像一只适合在大海里面的鱼，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小鱼缸，它会觉得好像哪里不对这样子。当你来到高速公路，去到 Sport 模式，车子可以带着你很安稳的出弯。80猜。高速行驶的隔音表现，我觉得是被这个很巨大的胎噪声给影响。那风切声的话，这整个挡风玻璃包括 A 柱我都没有听到，但是我在副驾驶的玻璃我听到有一点很小的风切声，这样子你要过了120、130你才会听到这样子啦。我觉得 NVH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能你换了一个静音轮胎，它会提升很多这样子，所以你看过弯呀，因为Malaysia 像我们的国产车 Proton 也好 Perodot 也好，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师傅都是日系车，而我自己观察很多的中国品牌可能有跟过日本的车企合作，可是他们整体上因为大家知道 Volkswagen 大众桑塔纳的历史背景，让到很多中国品牌的车子在调教车的时候，他们会把德国车当做师傅来去调教，所以它的整体的走向是偏向欧系去设计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有 1.6 Turbo DCT Dual Clutch OK， 日本车不是玩 CVT 就是玩 eCVT， 难得去到 Lexus 去到很贵的 Toyota 才会给你 XP Automatic Gearbox 或者是 Mazda， 所以它的去到 1.6 Turbo DCT 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的 Volkswagen 会做的事情。那大陆小路高速公路来测试这个车子，我觉得它值得这个价钱吗？它肯定是值得这个118,800块，你加2000块的那个Extended Warranty， 你给它120千都好，我觉得就驾驶的层面，它不会输给 X50， 它也不会输给 Honda HR-V， 空间它比 HR-V 小，但是设备它比 HR-V 齐全，因为荧幕是宽屏来的然后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这个东西 Proton X50 给不到你，所以整体上这个车子划不划算？我希望大家有时间有空间可以到各大 Chery 的 4S Center、Chery 的陈列室去试驾这个车子因为我不确定你本来是驾着什么车子的，你是现在要 upgrade， 你可能驾着
5万6万的国产车，你要升级来 Chery Omoda 5，有这个必要 ？I mean 有这个必要吗？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得到升级，可以得到 upgrade 的感觉，但如果你驾着的是德国车，你只要买这个作为 spare car， 作为买菜车，那个就另当别论。我们要看你什么样的使用条件，什么样的使用环境，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去拿这个车。所以值不值得，应不应该给 Chery Omoda 5一个机会，这个就要看你个人了。这个 Chery Omoda 5不管低配高配，它都有 ACC with low speed follow，so 你可以设定你要的车速。然后去调整这个你跟前方车子的距离，你可以有几个程度去自动跟着前面的车子停，你停前面的车子走，你跟着走这样子，它离开车道过后，你就会回到你指定要的速度。So ACC with low speed follow 这个东西在同价位的对手，其实大家都给得到你啦，像 FDD 也有。这个 Honda HR-V 也可以给到你。主动式系统方面 ，Chery 没有吝啬啦，包括 Blind Spot Monitoring、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 这些东西，它全部都会给你。像是 Steering Assist 方向盘也会自己跟着马路的线去摆动这样子。So 你对 Chery Omoda 5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不确定现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车主了啦，应该是差不多要交车了，所以等到大家交车过后再来影片底下留言，大家交流讨论看一下。所以我是大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